偷银子！你偷我的银子！你偷啊！你偷啊！大哥，箱子手让人动过。大哥，银子没了！他娘的，上官也敢偷，老子的银子也敢偷，银子放在国子监也能被偷。本官特意借地方给你们存放银子，还把仓库的钥匙给了你。现在银子丢失了，最有嫌疑的就不应该是我国子监。你放屁！不是你们，难道是我？你把钥匙给了我，你就不能有第二把了？如果是我的话，为什么不用钥匙打开，还要硬生生撬开啊？哼，这样一来，你们就好嫁祸给我国子监吗？不是那我……哎呀，行了，冷静点。哼，你们锦衣卫真是好威风啊！窃了银子还要栽赃我国子监，现在还要仗势欺人。老夫想起来了，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是你们锦衣卫一贯的本事。我打死你！老乔，过来！老乔，你现在在这儿吵吵闹闹有什么用？不如报官吧。报官？报什么官？我就是官！你让我去报官，我锦衣卫让人坑了，我居然去找捕快办案，我这脸丢的还不够多吗？难不成你还想让锦衣卫来办此案？你放开！虽然我们不是专司侦缉的探子，但也总比六扇门那几个人高明。这个案子，我一定查个明白。如果真是你们国子监人干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绝不放过你。你们要查我国子监，先洗清你自己的嫌疑吧。我有他娘的屁的嫌疑啊！你们国子监的墙比老墙还高，我怎么偷啊？这么多银子？没错，箱子在这儿，可银子没了，说明这偷银子的贼没有办法把银子整箱搬出去，也没有办法把这箱子运出国子监。也许他们是把这银子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运走了，可即便如此的话，他们也不可能走的是围墙啊。对呀，这国子监晚上有兵丁巡逻，墙外有捕快和更夫，这银子也不可能从墙上运出去啊。要照这么说的话，银子只能从门口运走了。司爷大人，你们这国子监出入应该有记录吧？有，那就好办了。银子是傍晚运过来的，而夜里呢，国子监又禁止出入，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，如果有人运送了大车的东西出去，或者是往返进出多次的话，那门卫一定很清楚。你还不赶紧把昨晚开门那人给我找来！你还想查我国子监啊？我凭什么不能怀疑你国子监？银子在你国子监丢的，不怀疑你怀疑谁啊？再说了，你再三阻挠我查案，你是不是做贼心虚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门锁可是完好无损的，我这银箱子可是打开的。哎，好了。哎，乔兄，话不能这么说。
这锁能完好无损，不能代表什么呀？就这锁，你给我点合适的工具，我都能给它撬开。这再说了，国子监呢，无私的替咱们存放这些银两，咱们怎么好诬陷人家国子监呢？四爷大人，您呢教化育人，大道理呢懂得比我们这些晚辈要多得多。这些银子可是要赈济灾民的，那我们不应该合力把这些银子找到吗？是啊，老师，如果没有这些银子，这些灾民的处境将雪上加霜啊！四爷大人，您维护国子监，我们心里都清楚。可是，要想国子监洗清嫌疑，不是应该你配合我们，尽快的把这些偷银子的凶手给找到吗？此事如果声张出去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可如果你们查不出个子丑寅卯，就别怪我岳某翻脸不认人。多谢四爷大人。各位公子，不好意思，既然你们的银子已经不见了踪影，这笔买卖咱们也就做不成了。告辞，告辞。佟掌柜，请留步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关系到兵部、国子监，还有锦衣卫，所以应该怎么做？佟掌柜这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哎，你有几家店，我可门儿清啊！各位公子请放心，小的一定守口如瓶，守口如瓶。走吧。走。哎，我问你，从昨天酉时到今晨，前门的出入人员当中，有无大批人员结伴而行？有没有携带重物或者用马车运送东西的情况？这位大人，真的没有。昨晚出入此门一共有40多人，最多也就3、4人同行，没有人运送重物，更没有以马车运送东西的。可否有人反复出入？这个下官记不太清楚了。如果有人反复出入的话，这个出入的流水账册应该有所记载。据上面记载，只有一个人进出过2次，刘氏酒后遗落了东西在酒馆。就2次？那不可能，这么多银子运不走。后门这段期间只有23人出入，没有异常。大哥，我和云飞去了左右2个门，左边那个门锁锈蚀，还有门眼上没有明显的擦痕，看来是好久没有开过了。右门我也看了，和左边情况一样，也是封闭已久。哎，那如果银子不曾被运出去的话，那么应该还在国子监吧？怎么，你们还想送我国子监吗？四爷大人，此事如果不查个水落石出的话，不光是国子监，就连您名誉都会受到玷污的。成了，成了，老夫答应你便是。多谢四爷大人。看到没有啊？看到没有啊？没有啊！你看仔细一点。慢点，慢点。那边。大亨，你干嘛？云飞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不是我放的，是大亨啊。哎呀，哎，你反正都湿了，你再看看那边有没有。还是没有啊！哎呀，笨死了，我下去。年兄，这些人不是四爷大人请来灭鼠除蟑螂的吗？怎么这井里也有蟑螂老鼠了？贤弟啊，你一直生活在城里，自然有所不知。文兄年少的时候曾住在乡下，当然知道一些。这耗子是可以潜水的啊，故而因此他们才检查得如此仔细吧？哦，年兄果然博学多才。哎呀，过奖过奖。哎呀，这井里居然有蟑螂耗子，那咱们平时喝的茶水，哎呀，兄弟，想都走。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找清楚了？啊。老子就不信了，只要是银子还藏在这国子监，我就一定能把它翻出来。红元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是有什么东西掉进茅厕了吗？关你屁事！拉你屎去！行，你慢慢找。小天啊，你发现了什么没有？这窗子也没被人撬动过，没有撬过的痕迹。老牛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好，手都没劲儿了。怎么这么沉呢？哎呀，走，走。大哥，想什么呢？没劲儿，歇会儿。大哥，人家歇会儿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岳飞，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，这些伙计抬着银箱从百善楼出来到这里，中间没有停过。对，你所说的没有停过，是指他们一次都没有休息过。这箱子一直抬着，没放下过，对吗？对啊，箱子没离过手，脚也没停过。不是，大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明白了。哎，他在找什么？什么就明白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要知道我不就是大哥了吗？明白了。你明白？他知道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大人。他知道什么了？我哪知道啊？哎不，大混云飞，帮我把砖头搬开。哦。
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到底明白什么了？你快说呀！我都急疯了。洪玄兄，你去把四爷大人还有管理这里的人找来。哦，好。不是小天，你究竟发现了什么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四爷大人，请问我身后窗下这堆砖是何人何时堆放到这里的？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这堆砖头何时出现，小的真没印象。前段日子没人在这窗下堆放过砖头啊。那这些砖头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们之前已经证明过了，这贼呢不可能把银子成功的运出国子监。但如果当初运来的是砖头，那么贼只需要把这些砖头随便往旁边一放，不就可以了吗？那你们运来的是砖头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运来的明明就是银子啊！可你并没有打开箱子让本官查验，难道我们讹你不成？乔兄，你别急，四爷大人说的没错，我们那日运来的的确是砖头，因为真正的银子在百善楼已经被人调包了。小天，你怎么确定这个银子是在百善楼被调包的呢？之前我们考虑过很多因素，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因素，那就是抬箱子的人。你们想，这装银子的箱子呢，每一个有300斤重，一箱砖头呢只有100斤重，而从百善楼到国子监有3个路口的距离。当初那些伙计抬起银箱的时候都已经非常吃力了，怎么可能在走出酒楼的时候瞬间充满了一身神力，中途都不停的把银子成功的运来国子监呢？这就说明银子当初在酒楼的时候就已经被人调包了。这既然被调包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的把这个锁子撬开，然后再把砖头运出来呢？其实，贼偷银子的一共分为2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替代了真银子。第2个阶段，他们需要把充当银子的砖头偷出来，从而毁灭证据。没错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把砖头搬出来，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从而制造一个银子是在国子监被偷的假象，嫁祸给国子监。现在可以洗脱我们国子监的嫌疑了。乔兄说的对，而且我也曾经实验过，我们原本打开银箱的钥匙，根本打不开现在的锁，也就说明，箱子不是那个箱子了，锁也不是那个锁，这一切都已经被人调包了。大哥，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百善楼找那帮孙子要钱？走，走，那边。这我还是想不通啊，他们在百善楼里到底是怎么调的包？那银箱可一直都没离开我们的视线。只要确定问题出在百善楼就够了，其他的让他们亲口交代就是了。你们肯定他们能亲口承认调包了银子？他们肯定不会随便承认，但如果我们在酒楼里找到了那笔钱呢？他们已经调包了银子，还不及时运走？我赌的就是他们还没来得及运走。现如今，大量灾民涌入城中，街上那么多巡检还有捕快，晚上还有宵禁，他们怎么敢轻易的把银子运走？再说，他们已经抹去了国子监库房里的标记，所以抱着侥幸心理，如果我们发现的早的话，那银子应该还在百善楼里。有道理。小天，小天，哥哥把人都带来了，你说吧，怎么干？直接进去，给我搜！大哥，你做事一向沉稳，怎么今天莽莽撞撞的？怎么了你？刀都架脖子上了，哪还有时间沉稳啊？老乔，走，给我搜，搜出银子来，我请吃酒。走。
警卫办案，所有人不许动，给我搜！走，这边，走，走，干什么？这位大人，不知我百善楼犯了哪条王法，竟然动用锦衣卫的人前来办案拿人？就凭你也配质问本官？滚！这位大人，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上下搜查，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？实不相瞒，我们这百善楼可是礼部尚书的产业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你说什么？这百善楼是礼部官尚书的产业？不错。关尚书是关小宽他爹。给我挖地3尺的搜，也要把银子给我搜出来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乔布斯，原来是你在我家酒楼闹事。关小坤，你果然在这里啊！这百善楼是你家的产业啊，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我跟你有交情吗？乔布斯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带着你的人马上给我滚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让我滚？可以啊，你把赈灾的银子交出来，我立刻就滚。什么赈灾银子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乔布斯，你们以义卖之名筹集的那些银两不见了。哼，姓乔的，你监守自盗贪了那些银子，现在栽赃给我，你这就是诬陷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姓关的，就算你肯放过我，我还不肯放过你呢。你去告诉我爹，就说锦衣卫百户乔布斯在我们家酒楼生事。是。哟，这么急着找爹，做贼心虚啊！我呸！我告诉你，乔布斯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大家快来看！哇！大哥，走到灵安门！大哥，这百善楼果然有问题。我知道这银子怎么调包的了。就是你！云飞走到门厅的时候，是你叫住我。哎，小兄弟且慢，一会儿送完银两，记得回来喝酒啊！我不喝酒。这个时候捕快们都在楼外，只有这个时候银子是没有旁人看着的。就是你跟云飞说话的时候，你的人给调的包。我跟你讲，姓乔的，你别在这血口喷人。这个作品能打开，你就栽赃罪名给我。
我告诉你，这个官司打到朝廷上去，也定不了我关小坤的罪。我呸！我今天废我哎，你跟我，乔兄，息怒，乔兄息怒，息怒，息怒。你等着，关小坤，你说的固然不假，可我还能找到一个让你无法否认的证据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当天装银子的箱子是由你酒楼里的12个伙计负责抬走的。如果我能证明这12个人有问题，是不是你也难逃干系了呢？你怎么证明？那天的12个伙计抬着银箱从这里离开，一直到国子监，那箱子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手。如果我能找到同样的箱子，里面装满同等数量的银子，让他们按照当天的路线再走一遍，中间可以毫不停歇，那么我叶小天就向你磕头认罪。而且现在我明白，为什么那3个银箱的钥匙孔都被人给凿坏了，因为他们把箱子调包了，而你身上的钥匙根本打不开箱子，所以他们才要撬箱子。好，我一定要把银子给你找出来。走。大人，2楼都搜遍了，没有。大人，1楼都搜遍了，没有。小天，这银子不会被运走了吧？不可能，如果银子真被运走的话，关小坤一定会抵死不认。可你现在看他，银子还在。不错，银子一定还在。给我重新搜，梁上床下，连一个马桶都不要放过。搜。是。走。哎，刚才不是搜了吗？怎么还搜啊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少跟老子废话，滚一边去！搜！把锅打开。什么味儿？你们俩闻到了吗？那边那个泔水的味道。怎么这个时辰还有人运垃圾泔水啊？哎呀，难民啊，现在越来越多。为防止出现意外呢，京城已经不允许再有难民涌入了，所以城门呢也定时开放。这点时间，这么多的泔水垃圾是运不完的，有的时候拖到下午。岳飞大亨，过来。把泔水放下！让开！哎呀，真是想不到啊！你们锦衣卫的兄弟们恶成这样，连我们百善楼的泔水桶你们也不放过呀！就不信这个银子能飞了。那你们接着搜啊！我们关家有的是银子，我大不了把百善楼关个1年半载的，让你搜无所谓。你刚才不是说的头头是道的吗？银子呢？你别以为你有乔布斯给你撑腰，就能在我面前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我告诉你，
你这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携家带眷的来到京城也不容易吧？最近京城可不太平，最好赶紧带着家里人逃，要不然的话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什么意外。意外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叶小天不是被吓大的。这可说不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，小心呐！是吗？那你最好记得这一点。咱们走着瞧。我们走。哎，大哥，走啊！怎么了，大哥？别动！油漆。这油漆哪儿蹭的？哟，锦衣卫兄弟又来收泔水了，今儿没了。大哥，那边，给我砸！是。你们干嘛？哎哎！哎，银子找着了，银子！哎，抓住他！你警官呐，说吧，你是想死呢，还是想死呢？这回差点让你小子给蒙混过去。刚刚是谁在说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来着？给我清场！走，快点，走！你们要干嘛？你们？偷银子！你偷我的银子！你偷啊！你偷啊！给我接着打，往死里打！是，住手！当着我的面还敢动手？国舅爷，关小坤不该被揍吗？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是他做的不好。可是杀人也不过头点地，你们真的要把他打死吗？那国舅爷的意思是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关小宽此举确实是大大的不妥，可是我希望各位能够放他一马。不是凭
关晓坤此举确实卑劣，你说他触犯了王法也没有问题。不过我觉得给他一个教训也就够了。各位不会真的想把他送进大牢吧？我相信经过这一次，关晓坤一定会接受教训，而且此事不可能瞒过他的父亲关尚书。关尚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一定会对他的儿子严加管教。张兄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。洪轩，岳老师，关晓坤道德败坏，品质恶劣，我国子监是不能留他了。帮他盗换青砖，栽赃我国子监的人，老夫也不会放过。不过，老夫在想啊，是否能让他们关家主动提出来，让关晓坤离开国子监？你和关晓坤都是国子监的监生，虽说此事和国子监无涉，可一旦声张出去，难免会损及国子监的声誉。所以，老夫以为，你是否慎重考虑？这个，大人说的对。张兄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啊。是。好，今天就给司爷大人一个面子。走，带上银子，我们走。是，拿银子走。足下大恩，老夫谨记在心里。大哥，就这么把鸟人放了，凭什么？大哥，你想，关晓坤就算被定了死罪，他要真的能受罪吗？他如今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就算不判刑，你以为他老子能放了他吗？不是，凭什么？忍得了一时，方能容得下一世。如果妥协能得到的好处更多，我们又何必抓着不放呢？凭什么？二哥，大哥说的对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收摊了。走吧。来来。小天呐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几个可筹不到这么多银子，我们几个也不会顺利的找回这些银子。是啊，小天，这次啊，幸亏你聪明睿智，替我洗刷清白，要不然哥哥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二位兄长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可太抬举小天了。先不说你我兄弟二人意气相投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们也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啊。所以呢，于公于私，小天都应该竭尽所能。行行行，那咱们就别说客套话了，干了这杯酒就是兄弟。来来来。哎呀，小天，你的事儿我听乔兄说了，你别着急，这事儿啊，我们帮你摆平。哎，张兄所言甚是，小天，你就安心的待在这儿。这个大任务扯起皮来，可是旷日持久啊，1个月、2个月、1年半载的，那这都很正常。哎，你以为我大哥像你们俩一样不求上进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最好还是跟老爷子说一声。虽说他不是正管，但是说一声，我大哥的事儿不能提早了吗？这个没问题。我爹虽然是兵部的，但是呢，到其他衙门说句话，人家总得卖他个面子。那如此这般的话，小天先提前谢过乔兄了。啊。那么大，你看，京城这么大，咱们去哪儿找莹莹？侄儿，你确定莹莹来到了京城？伯父，我都打听过了，叶小天是被押到京城来的，小妹一定会来找他，肯定没错。人海茫茫啊！伯父，你就放心吧，小妹是来找叶小天的，
咱们只要找到叶小天，一定就能找到小妹。对呀，去打听打听，刑部衙门在哪儿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刑部衙门在哪儿？刑部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去的吗？哟，老子不就问个路吗？瞧你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哎，瞧不起我们外乡人啊！再给大爷装蒜试试！住手！你们这帮外乡人，到了京城还敢如此嚣张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此乃当朝国舅！蒙谁呢？别在这胡言！啊，原来是当朝国舅，失敬失敬，侄儿无礼，还请国舅爷您见谅。就你们这些山野村夫，守城门的压根就不该让你们进来。你，实不相瞒，老夫此次进京城，是因为小女被一个叫叶小天的这个混账小子拐到了京城。叶小天，请问令爱的名字叫什么？老夫姓夏，小女闺名莹莹。夏莹莹，那你是夏老爷子？晚辈李玄成，恰好认得您的女儿。这就好。夏老爷子，您放心，寻找令爱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这次换我走，也许你能少些迁就，旧伤口也学着三缄其口，称作某年的某某。我不再是我，是你眼角一湾溪河，用曲折概括回忆的段落，用句点替代为生